不知道大家11过得怎么样呢？我呢是哪儿也没去啊，终于有时间算是在家里把之前没有补的热门剧集啊，一口气都给追完了。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款我在家里追剧的新装备——当贝盒子 HR。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好物开箱。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包装，不管是从设计还是从材料用料方面，基本上都属于上乘。我们打开包装之后呢，首先看到盒子的本体，我们先把它拿出来，随后呢就可以看到说明书跟保修卡。下面呢是识别度非常高的遥控器，2节电池和一个5伏2安的充电器，还有一个看起来还算不错的 HDMI 2.0 的线。这次的 HR 呢和 H1 的外观呢是非常相似的啊，白色的机身看起来呢非常的小巧，散热口呢都是在底部，整体看起来呢是非常的简洁。正面呢嵌入了一条黑色的亚克力，内部呢应该是集成了红外线的接收器跟电源的指示灯。这个盒子的大小啊，跟我手里这个 Mi Box S 的大小呢是非常近似的，拿到手里呢还是非常压手的这种感觉。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小啊，真的是非常像。背面呢一个 AV 的接口啊，支持 HiFi 音质的输出，一个 HDMI 2.0 的接口，一个 USB 3.0 的接口。你可以外接存储设备和外接 USB 网卡啊。螃蟹的8153网卡呢是直接可以免区使用的。后面呢是一个 DC 的电源接口。这次的 HR 呢升级到了京晨的 S912 8核的处理器。1.5G 赫兹标准的4大4小的组合，在电视盒子的 SOC 中呢，也算是旗舰级的配置了。2G 的 DDR4 的内存，相较 DDR3 的内存，大幅度提高了运行的速度。内置了16G 的 eMMC 的存储，保证了普通家庭的日常需求。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坚定的米粉。这个小米盒子呀、小米电视啊，我已经用过好几个了。那相信用过小米电视或者小米盒子都应该知道。小米这个系统优化，还有它那个开机广告是被很多米粉所诟病的。然而，当贝这么多年来秉承不加广告的这个策略呢，还是让我非常的敬佩的。HR 这次搭载了深度定制的安卓 7.1 的系统，当贝 OS 的界面呢，会让你用起来感觉非常的轻快，而且安卓 7.1 的系统呢，也可以更好的兼容更多的应用。内置了爱奇艺、芒果 TV、腾讯视频、优酷等众多的影视资源，而且还有儿童模式，可以让你全家老幼都可以各取所需。相信屏幕前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小伙伴们都会碰到跟我类似的问题。那白天呢，基本上都是在上班，老人一个人在家里，如果想看个电视的时候呢，他不会搜索不说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说不定呢还是你没给我买会员的那个。而且当贝 HR 呢，让我最惊喜的还要说是它当贝遥控的远程播放和远程留言的功能。我们家老太太要是想看个什么片子，只要有网，甭管在哪儿，我都可以远程帮她搞定，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当贝 HR 的语音搜索的识别度呢是非常高的。我要看变形金刚，而且还可以识别第三方应用的内容。打开腾讯视频，今天天气怎么样？老太太要是想找个电影，查个天气，也就一句话的事儿。HR 还集成了腾讯云游戏的功能啊，虽然我没怎么玩，但是我儿子那可是相当喜欢呀。当贝 HR 的遥控器自发声可以让你通过当贝 OS 公众号轻松的找回熊孩子乱放的遥控器。这次的 HR 的遥控器呢，还有一个侧边的按键，那这个按键呢是特别好用，它可以让你一键调出设置，不用再退出你现在正在播放的视频，然后再一层一层的找菜单，但是非常的方便，我反正是真心的爱了。当贝 H2 呢还集成了 T820 的 GPU， 支持 4K 60P 的 HDR 加 HLG 的片源播放，针对真彩画质呢有更好的优化。我们现在打开腾讯视频，咱们现在找一个 4K 的真彩画质的视频，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的细腻程度呢，较上一代呢有了明显的提升。那我们现在快进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不论是在播放的流畅度、色彩映射呢，都是稳稳的第一梯队。系统默认第三方安装支持是开启的 ，YouTube 呢也可以正常的安装，只要你家的宽带足够，播放油管 4K 的视频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虽然没有谷歌框架，但是我也已经成功安装了 NB，
用深蓝影库给大家演示一下不同编码高质量的音频的解码能力。经过我的测试，在播放深蓝影库蓝光版的内容的时候呢，无论是 DTS、HD 5.1，或者是杜比音效，就连米库上不能正确解码的 True HD 都是可以正常的播放的。我们现在看一下本地的视频的解码情况。我们现在打开当贝播放器，我们来到媒体库，这里呢会提示点击导入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2种导入方式，一种呢是本地磁盘扫描当然是包括 USB 设备的，另外一种呢是局域网扫描。大家可以看到当贝 H2 支持众多的网络共享协议，很大程度的方便了家里有群晖或者微联通的这种网络存储的设备的使用。好，我们现在执行本地扫描，大家可以看到搜刮的速度呢还是相当的迅速的，而且呢还支持内容自动分类，海报墙的识别速度呢是非常之快的。在这里呢，你可以手动选择软硬2种解码方式。系统解码呢是优先源码输出的，如果不支持源码的话呢，它就会自动转到兼容模式输出，基本不会碰到无法播放的内容。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几个视频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高码率的 4K HDR 的视频。当贝 H2 的播放起来是没有任何卡顿的，色彩映射呢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当贝这个自适应 HDR 呢是非常不错的，转换起来非常快。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个高码率的 4K 杜比全景声的 H2， 虽然说不支持杜比全景声，但是它可以把杜比全景声映射到它兼容的格式杜比 Audio 上来播放，不会像别的盒子那样不支持解码就直接播不出来了。好，总结 H2 作为当贝最新的产品，非常好的吸取了 H1 和 B1 的优点，做出了很多优化和取舍，是一款定位大众的流媒体的水桶机，能够满足绝大多数普通用户的最基本的需求。虽然这次的升级没有有线网口和双杜比的授权，但是却是一款价格只要300出头，全家老少都能用的高性价比的电视盒子。当贝双11期间正在京东搞活动，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京东商城了解一下。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或者是对当贝盒子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可以给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呢，那就请你评论、点赞、转发、投币、订阅一条龙。YouTube 的小伙伴呢，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因为它会在第一时间把我最新的内容推送给你。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都会对我和我的频道有着非常大的帮助。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我是金水，咱们再见。